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我们今天是在一个距离耶路撒冷车程2个半小时的小镇，叫做吉哈荣雅寇。这个地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犹太人移民回归巴勒斯坦，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第一波移民潮的开发的小镇。这个地方叫做吉哈荣雅寇，意思是纪念雅各。那这个呢，就是关于第一波移民潮的博物馆。我们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我很期待跟大家分享今天在吉哈荣雅寇小镇的一日游，因为据说这里是以色列最美的小镇之一。这个是入门都要亲一下的那个门苏萨门框经文夹，里面有圣经的经文。啊，有冷气，太好了。好，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一波移民潮的历史。当初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在俄罗斯那边被逼迫的关系，被屠杀，所以就促使了他们想要回到祖先的地。那大概有25到30个家庭从罗马尼亚那边就移民来到巴勒斯坦。那个时候的年代是1881年，然后会堂里面也大家去募资。让这些人可以回归到巴勒斯坦去，所以他们就坐船来到了巴勒斯坦，很辛苦哦。那时候不能搭飞机，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永远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熟悉的地方。舅舅，你看他们带的行李箱里面有安息日的蜡烛，然后祷告的书，这是示意啦。那在第一波移民潮之前，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目标只是死掉的时候可以被安葬在故土。那这是第一波移民潮以后，他们才开始觉得我们要回来用手来耕种这一地，来复苏这一块土地。这是东欧想要回归到巴勒斯坦土地的犹太人。那他们呢，就是要到一个城市，从这里搭船过来。是什么城市呢？Odessa。然后从这里经过黑海，然后那个土耳其的那个海峡，然后到亚法这边。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他们第一波移民潮要选这一块土地，而不是其他地方？那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块土地看起来好像是可以耕种，然后这里离海法够近，然后更重要的是，因为在鄂图曼土耳其时期，不是每块土地都可以卖给犹太人的，那这个是私有土地可以买，所以他们就选择这块土地。那这个小镇本来叫做 Zamarin， 是从阿拉伯人手中买下来的，所以第一波移民潮的这些犹太人就得到了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发的观光签证，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永久的留在这里，所以只给他们观光签证。但其实他们碰到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些东欧的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农业耕种的背景，就算有，东欧的天气跟巴勒斯坦土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计划很快就失败了。Go go go！ 因为那个前面的影片有打打杀杀的，就是当地人在欺负以色列人的他看到了，他就赶快把我拉走。他觉得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他还救你耶，他还救你。Go go go！对呀，他就是不让你去呀。他发现妈咪没跟来，好着急哦。这是当时巴勒斯坦的地图，但是要强调一下，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面住的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巴勒斯坦是一个地区的名字，不是专指于某一个族群。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吉哈荣雅寇。加利利湖在这里，然后耶路撒冷在这里，就是死海。1882年，他们来到了吉哈荣雅寇。我们现在应该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它是一个按照欧洲式做的一个城镇这样子。然后呢，1883年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没有听说过。1882年也有去 Rosh Pina， 这是在加利利那边很漂亮的一个小镇。然后 Rishon LeZion， 你看也是一个棋盘式，当时候也没有很多家庭，就是25到30个，所以
他们的城镇是很小的，地也不是很大。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在哪里，没听过。1883年，我们来看看刚刚让啾啾很害怕的是什么电影。这个电影就是在讲回归怎么那么难，要重建大卫倒塌的会幕，真的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吗？这些早期的移民，他们面对疾病啊、饥饿啊，然后很难在这里生根，即便他们很努力，可是这就是现实。刚刚啾啾就是在这一段进来，然后就觉得很害怕，觉得他们在打架。但是这个儿子就是跟他爸爸说：“我没有力量，这太难了。”然后他爸爸就是一直鼓励他：“你要有信仰啊！”这是安息日到了，叫大家回家喽。哦，怎么了？孩子死了。Oh no， 孩子死了。第一批死亡的是孩子，因为疟疾的关系。这些人就是 Zikar Yaakov 的创建人。我们现在到了他的3楼，然后就是在讲这些移民的故事。因为他们想靠农业来维生嘛，但是实在是太困难了。那这个影片呢，就是在这里的犹太人一开始是做香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罗斯柴尔家族的人就是很有钱，然后就是来资助这些犹太人。罗斯柴尔也是犹太人，可是呢，就是你看穿西装的，这是罗斯柴尔的管家。那他要做的东西就像是外来的花一样，就是跟本地的连接很弱，很唐突，硬要在这块土地做香水，很奇怪。明明这块土地就是有油、有橄榄、有酒的地方，这个花是外来的。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罗斯柴尔公爵就在这里，还有吕宋这个城市做酒庄。然后呢，在另外2个城市，他做那个蚕丝跟那个香水工厂。那虽然罗斯柴尔他是愿意资助这些农业的计划，可是问题是他的经理、他的管家，都滥用权柄，滥用这些资金。那抱着西安梦回来的这些东欧犹太人，他们是贫穷的，他们愿意来耕种这块土地，可是受到这种经理的压榨呀。所以1882年来的新移民，他们只撑了1年，然后后来就是靠罗斯柴尔公爵的资金才活了下来。但是罗斯柴尔他的这个中间的这些管家呀，非常的严格。1898年，在 Zikar Yaakov 这边的人就种了葡萄园。这是从这是从这里去海法的路上，那你可以看到都种好了葡萄。那这群新移民呢，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去复兴希伯来文，因为当时是一个死掉的语言。犹太人他们不想要亵渎这个语言，所以它就只是存于文字。那没有人会说希伯来文，所以当时这些新移民就找犹太老师来教他们希伯来文。那当时也有冲突，就是宗教犹太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神圣的语言，不应该被说出来。特拉维夫。好，我们出来了。这一条呢，就是 Zikar Yaakov 的大街，来看看有没有很美丽。这是当时的小学，小学旁边是会堂。然后一个里面现在已经是画廊的店。这条街都是古迹，你看小镇风情。然后这也是一个会堂。好，那这条呢就是 Zikar Yaakov
著名的步行街。我们现在在找一个厉害的咖啡馆，这是以色列连锁的书店、书局。可是这样就很好看，对不对？然后哦，有气氛的小店、咖啡店。很喜欢它这种很古老的这种广告，然后古老的店，也不是古老的店啦，古老的建筑，后面也是古老的建筑，卖果汁，还有健身房。然后我们要去找一个4.9的店，然后这里有连锁的披萨店，这里有以色列的冰淇淋店。然后有打钥匙的地方，好可爱哦！啊，好有气氛的一条街，好美哦！好美的冰淇淋店，感觉好舒服哦。我怎么觉得有点像是美国的样子？好漂亮哦！然后买2送1啊，这也是以色列的连锁店卖衣服的，这个我不知道。然后这是 Bank Hapoalim， 是以色列的银行。然后发现了有中文的字，然后上面写中国餐厅，卖仓。耶，我妈来了。Hello， 你觉得你在哪一个国家呀？我觉得在乌克兰呢。你在乌克兰？哦，东欧的意思。对啊，就是 feel 很像。feel 很像。哦，也是这样子小间的。然后每一间都各自有特色。哦。不是大的 mall。哦。这是个体经营啊。然后每一间都是不一样的店主，然后设计的里面的装潢啊。蛮好玩的。就是这样，小间，差不多，就是这样，很精致的感觉是吗？它的每一栋中间都有那个通道进去，乌克兰不就这样？很像。然后不小心找到了它的中国餐厅，好有趣哦。我们找到一个咖啡厅，4.9分，这么厉害！耶！是我的妈妈来了。然后这里是我们要去的咖啡店，655天以色列进入战争。我们为了冷气来，但是它里面没有位置，然后又4.9分。可是呢，又发现对面有玩具店，玩具店又有一个小孩玩得很开心，谢谢。那边还有厨房，好棒的玩具店哦！嗨，耶！心静自然凉。那在以色列有一个很有名的酒的牌子，叫做 Carmel， 意思就是加密。那这个酒庄呢，就是在西康雅库这个地方。那一开始罗斯查尔男爵他资助这些农民是想要用他们法国式的方式去种天人葵、尤加利树来就是做香水的这些原料。这个是香水自动贩卖机，喷在你身上一次9 shekels。可是后来就发现，就是除非你种圣经的植物在圣经的这块土地上，不然其他的都不会成功，所以他们才做这个酒庄。那虽然一开始之间那个罗斯查尔男爵他的经理跟当地农民犹太农民有冲突，但是后来就是这个酒庄他就慢慢的让它就是私有化，然后这个酒庄后来就衍生出其他的酒庄，包含我们去的一个叫做 Tishbi， 就是以利亚的名字 Tishbi 的这个酒庄。耶，我们现在到了 Tishbi， 这是它的访客中心。那它这个就是Carmel 酒庄分出来的酒庄，历史也是非常的久。那这是它的
访客中心，这里有品酒的行程，然后旁边有一个餐厅，然后也有巧克力、橄榄油跟果酱。在葡萄树下面吃午餐。这是它的酒，一杯是25到30 shekels， 一整瓶的最便宜的35 shekels， 在现场喝。2023年，这样一杯55，后面一杯一瓶55，对，一瓶55，后面一杯就25。干杯！我们的午餐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55 shekels 的披萨值得，这个是130 shekels 的炸鱼，感觉就不值得，太少了吧？一般的那个是。然后这是78 shekels 的鲔鱼沙拉，差太多了吧？好，那你小心点。对，舅舅。好，舅舅，对。是文明人。厕所的窗户看出去就像是在看一幅风景一样。那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一带旅游的话，就会看到很多的葡萄园以及各式各样的酒庄。对，很美，随便摆就都很美。然后就是这个小镇很有 feel 哎，怎么拍都觉得很好看。不过就是这条街啦，先讲一下，就是这条街，这条街也不是很长。这家餐厅门外贴的贴纸都是在以色列阵亡的士兵们，所以呢，这就是犹太人移民回归巴勒斯坦的一个起点，就是从这个小镇开始的。好啦，那今天介绍这个小镇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觉得有趣，有学到一些历史。那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继续追踪以色列美角这个频道。好，大家拜拜。